泽连斯基呢就挪用了西方的援助款，这个流向啊，它是流到了俄罗斯，这美国是极为恼火呀，指责乌克兰是太腐败了，所以现在必须要考虑是否还要继续援助。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呢，就爆出这么一个消息，说泽连斯基政府挪用了4亿美元的款项啊，跑到俄罗斯那边去干什么去呢？去买俄罗斯的柴油了，因为那边柴油比较便宜，而且这个事呢是通过泽连斯基政府的亲信在底下去办的，有这个黑箱操作这个因素，这里估计呢也有他们不少的个人的利益。要说起来呀，这俄乌双方的心是真够大的。买这个柴油干什么呢？主要是用于发电和这个车辆的使用。那你说双方打到这个程度了，俄罗斯还要摧毁乌克兰的这种发电等等基础设施，你这时候你看有点钱过来，他又开始卖柴油了。这乌克兰也是，你像这个俄罗斯买这些东西啊，你心里也就很踏实吧。所以说他们这两位啊，心都非常大。要说起来，俄乌冲突到现在这1年多来美国和西方整个援助给乌克兰的各种这个现金弹药还有各种物资等等，那是1000多亿这个美元了。光是美国这边已经是4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就很快也就花完了。这里边呢，绝大部分是武器弹药这些军火食物，还有一部分物资，当然也有一部分现金，但是现金的比例不大。这些东西说是一种援助，这些东西它不是白给的，很大一部分呢还是将来向乌克兰这边去回收的，就像类似于这种国家贷款和战争贷款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且呢，你看就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这差不多1年多来之后在乌克兰地区呢就多出了100多个军火公司，大大小小的。他们主要干什么呢？一个他们就是直接他把这些武器装备什么给倒卖了。你要在俄乌冲突刚爆发的初期的时候这个西方和美国主要给的都是轻武器，像什么毒刺防空导弹还有那个标枪反坦克导，还有各种这个火箭筒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到最后西方都发现这东西很多，它根本就没有到前线，就直接在乌克兰这边它就给倒卖出去，至于去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清楚。所以美国和西方也很担心这些东西的流向因为这个一旦到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手上，那你这事情就很不好弄美国国防部还专门和乌克兰是对过这个账，要查清楚这些武器最终的走向，但最后这个账也是对成了一笔糊涂账。还有一个呢，这些军火公司其实就是参与了这个所谓的援助这个计划。这个援助计划呢，主要是给的武器弹药，这里面很多是通过这个第三方，比如说这个独立的所谓的一个封闭基金来把它操作来完成，实际上相当于一种西方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个战争贷款。在这个操作过程之中，那就有太多的油水，这些乌克兰公司呢，就往往和乌克兰政府甚至包括西方这个政府里边他们勾结在一起，从中呢分得他们的利益。当然你说像这种做法，作为美国这边他也很清楚这是肯定会产生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个美国特别是共和党这边，你看他现在众议院的议长这个麦卡锡不就直接就提过嘛？你像这个拜登把泽连斯基叫到美国的时候，他跑到议会里去讲你们这美国和西方还是要继续援助乌克兰。麦卡锡讲的就直接打脸的，他说那我们得看看我们开出去的这个支票值得不值得。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美国他也要很慎重的去考虑，这样援助下去，一个是自己顶得住顶不住，第二一个再这么搞下去，乌克兰如此的腐败这些钱你到时候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那作为美国来讲划算不划算？再牵扯到美国现在很现实的这个党争援乌问题就是要会争论的一个焦点。所以说呢，美国这边对乌克兰会支持到什么程度，是再支持它多远，这就是一个大的问号。